经过1个星期的整顿，目前已经开了3个直播，一个是偏向老用户的重温早期节目的直播，然后一个就是游戏时间，就是专门围绕着科技烂玩一些游戏很菜的录屏，这个也可以打发一下大家的时间。最后这个呢，就是7×24小时的直播，正统的精选优质的科技烂节目，未来大概也会持续让这3个直播一直运行下去。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一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目前已经发现有很多小伙伴用这行命令可以在 B 站推流直播了并且是用 VPS 24小时的所以大家像斗鱼或者说其他的平台可以也去尝试。当然抖音我听说无人直播这个可能会被封号，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看看怎么更有效的去推流直播赚钱。然后这行命令呢属于过于简单过于基础的，如果你的偏源比较高的话，那它会遵照你的偏源的输出推流，所以在把控层面上在流量控制层面上，在资源消耗层面上是欠缺的。我在这段时间又整理了一个低流量的一个版本，如果你是 1080p 或者说是 4K 的话，对于服务器出站流量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可能要达到每秒3到4兆更多。主要是我们又增加了一些可控的参数，来让我们更好的去实践，来让我们更好的去运用推流。264编码可以去按这样的配。其次总的比特率比特率就是视频的输出的码率，那我们这边设定500，对于我们知识分享博主相关的这个500其实是够用的。如果你说你是直播游戏，就像我在这块直播的王者荣耀呢，它如果走 500K 的话是很糊的，那 1000K 稍微好点，但是还是能看到糊的程度。目前是使用的 720p 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讲这个流量是可控的。然后这个是最大上限也是500，想播游戏那你这边设定到1000、1500，或者你想播风景，或者你想品质高，那你就可以上2500。油管建议大家是2500以上，4500以下这样的一个区间。当然码率越大，每秒消耗的流量就越多，所以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 VPS 每月使用的流量来进行安排。这个呢是一个缓存区一般来讲是要比你这个2倍。如果你这边设定了1000，那这边就是2000，缓冲区让你的视频更加稳定流畅的一个参数，默认的话是这个5倍，那所以就会更加消耗我们的内存和带宽。如果我们可控的去配置，都会节省一部分资源。 YouTube 的推流地址，这个是我们的 YouTube 的直播码，当然大家换到其他平台的话，那你可以对应的去调整。进阶的代码规格跟大家简单的去交代了一下怎么把所有的片段剪辑到一起。就像我这样的，它是分了3块内容然后我们把它就放在这个轨道上就可以了。我现在是拿的剪映，输出的时候我们这边选择的是自定义，我们就可以控制这个码率了，一般输出都是1500，但是我们推流的时候可以让它推到500，这个就是我们在 Linux 系统上 FFmpeg 的优势。如果用的其他的剪辑工具的话也是同理。好，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直播过程当中这段时间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比方说有些服务器厂商呢，他们的网络环境如果在某个时间段不是特别理想的话，会导致我们推流中断， VPS 上的推流工具的进程刷掉，那我们就看不到这个进程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前的 VPS 推流情况现在是推流一切正常的，就是这个进程依然存在我们出来的只剩下这一个进程，那就表明推流服务已经终止。安装一下 IFTop， 就是对流量进行监控的工具，我们可以安装一下，这个待会儿我会放在博客里头，大家可以去使用。好，这时候我们 IFTop 回车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一个流量消耗大概是1兆每秒，因为我现在改成了1000码率，所以1秒1兆左右的话，大概在1个月也有300-400个 G 的消耗这个大家可以酌情去了解一下。 500K 的码率基本上是150个 G， 取决于你播什么取决于你有多大的每月流量。56T 那你完全可以更高清一点
目前呢，像甲骨文云还有 RN 都会出现播个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中断这种情况，但是目前 CCA 已经播了30多个小时、40多个小时，目前没有出现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老友记。这个大家可以仅做参考，因为很有可能是视频本身的一些原因导致的。就如果你一开始就上个很大的或者上1G 的视频文件的话，那它有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那我之前一直以为莫名其妙的中断，长时间以后它不可控的中断可能是内存泄漏或者内存过载导致的，其实不是。像我们这个推流工具，它对内存控制其实还是很到位的。网络问题加上你视频本身的容量过大，类似的长时间以后中断的情况。所以大家打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后台，然后我们点开这个设置，保证我们在油管能持续的运作这个直播，不让这个直播关闭。大家还是把这个开启 DVR 打开，像油管它会帮你存一些缓存在里面，让你的直播维持住，回来去关注一下你的直播频道，看有没有卡死。如果有的话，像这样的重新推流一下就好了，这样的就 OK 了。那我现在是同时直播3个有些小伙伴会问了，你怎么做到同时直播3个的？那我们这边可以再创建一个新的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对，像这些主题你都可以自己定义，然后让每个模块独立开来，这样的不同类型的会吸引不同感兴趣的观众。我们这边随便给它一张封面这个你可以自己去做。我们下一步收益开启，4000个小时的观看时长，并且你有1000的订阅人数，你就可以开启这个收益了。好，我们点下一步，然后再下一步，然后我们这边暂时先不公开我们点击完成。等你全部调试 OK， 然后你再去公开这个直播就比较好了。好，这样的我们就来到这块，这时候它会提示你的直播码跟其他的地方重复了。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我现在用的精选内容的这个直播码，点开，然后这边是我3个直播码都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去管理我们的直播码，然后这3个直播码就在这个地方呈现，你可以去调整它的这个命名，可以去删除它。这边点开，然后这块有一个创建新建的，我们这边定义一个名称，然后下面呢我们都可以不用动，然后我们点击创建。那我们再点开这个，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有4个独立的直播码，你可以向4个直播进行推流。OK， 这个是关于多路直播推流的操作。好了，再接下来可能是小伙伴比较关心的我们这3个直播能赚多少钱？因为像游戏时间这个是我刚开的，所以它的钱没有那么快去呈现那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是在我几天前开的，2、3天前开的吧。我们可以在频道信息中心这个地方来到内容这个板块。好，内容里头呢，它这边分为直播，我们点开看一下。好，直播里头我们先有3个直播我们点开数据分析，然后我就可以看到它当前的费用是 0.68 美元，这是预估的一个费用，相当于一天的话有个 0.2 美元。第二直播晚开了1-2天 0.36 美元，那加在一起也有将近1美元的收入。这个的预估还是就相当于昨天的，今天呢它还没开始算。一般来讲呢，周六周日看的人比较多，而且你的内容好坏也决定了你增长。这些细项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后台进行详细的去看，挖掘自己更好的内容呈现，挖掘自己更好的无人直播赚钱的方式。那好了，这就是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